各位，男人守国门，女人守血脉。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来自印度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滥发签证这半年就发出去将近50万张印度的签证，有多少人留在了中国，黑在了中国了呢？而中国的有一些部门是不是太贱了呢？中国的大 V 汤家凤说，那个叫德福的印度人在中国开印度餐厅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又是绿色通道又是免租金，最近网上说其食材采购全部从印度进货，员工大部分都是印度人。我倒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图什么呀？拉动地方就业，拉动地方经济。苏州某个企业最近雇佣印度员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网上说当地的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网上说有处理结果了，不知道真假。那个叫德福的人雇佣大量的印度员工，以什么名义进来的？人才引进还是旅游？希望当地相关部门查一下这些人进来合不合法呀？在我们这儿就业合不合法呀？有中国的网友也去实地考察了，说我上周去那家被汤家凤骂的印度餐厅吃了顿饭，回来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前刷到汤教授炮轰的时候，我觉得他较真儿，毕竟人家开店给街区添人气嘛。结果那天我进店点个玛莎拉甩饼，等了20分钟，端上来还是凉的，问服务员能不能加热，3个站吧台的全摇头，一句中文不会说，后厨飘出来的味儿也不对。我瞅了瞅这个门口的公示栏，食品进口检疫单倒是贴了，可招工启事是用印度语写的，压根儿没挂中文版汤教授问的那几个问题，我原先还觉得小题大做，现在自己撞见了才明白，免了2年的租，还开审批绿灯，最后店里边连个会讲本地话的服务员都不招，这到底是服了谁呀？到底是帮服了谁？那中国图的是什么呢？中文名字叫龙生，来中国已经8年多了。我的爱人非常爱吃印度菜，所以我在保定开了一家印度餐厅。我的爱人是中国人，所以我现在也算半个中国人。我们的厨师都是印度人，原材料也是从印度进口来的。我开这家餐厅已经3年了，很多保定人喜欢吃我家的菜，我觉得我的餐厅十分成功。希望我把家乡的菜带到中国，给更多的朋友们吃到正宗的印度菜。法学界传来一个大消息，最近全网都在为法学界尘封的一个提议吵翻天。他提出涉外婚姻的管理应该加强，中国女子若嫁给外籍人士并定居境外，国籍问题需要按规定处理，外籍配偶和亲属来华居留也必须严格按法律审批。说句实在话，这个方向不少人是支持的。先看看咱们现行法律怎么规定的。按照国籍法，只有定居国外且自愿加入外籍的人才会丧失中国国籍。这中间确实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了外国人，人还住在国内，享受着国内的一切便利，却在网上天天吹捧外国生活多么优越，转过头又把外籍公婆接来同住，这算怎么回事？网上有位叫丹丹的博主嫁了个印度丈夫，这事儿闹得挺大。她结婚后一直待在国内，从不去印度婆家，理由是印度街头太脏了，跟国内没法比。听起来挺爱国，对吧？可网友扒出来的东西让事情变了味儿。她和印度丈夫在国内经营着一家中介机构，专门帮印度人办理来华手续，一边在视频里说印度环境差，不愿意去住，一边却做着把印度人往中国运的生意，这就很有意思了。他把公婆接到中国生活，对外说是尽孝，可你想过没有，公婆住在中国本身就是最好的活广告。印度老乡们一看公婆都来了，说明中国好啊，说明这家中介靠谱啊，这不是恶意揣测，是商业逻辑。一个做印度来华中介生意的人把印度公婆接到中国定居，这个动作的商业价值远大于情感价值。更让人担心的是后续，
如果他的中介业务越做越大，需要更多成功案例来吸引客户，婆家亲戚、邻居、同乡都可能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一个接一个，慢慢就形成了印度社区。不是说印度人不好，而是这种通过婚姻加中介的方式绕过了正常的移民筛选机制。这些人来中国到底是来创造价值的，还是来享受我们几代人努力换来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社会秩序的，没人说得清。其实单单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几年借着跨国婚姻文化交流的名义，各种中介机构在暗处生长，服务对象从东南亚到南亚，从非洲到中东，手段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把人弄进来。至于这些人进来之后做什么，会不会造成社会问题，那不是他们关心的。再看另一个角度，有些外嫁女一边在国内消费着跨国婚姻的话题赚流量博眼球，一边享受着国内的资源和便利，嘴上说着外国多好，精神多富足，身体却很诚实的留在中国。杭州保定开了2家印度餐厅，生意火爆的时候排队等位，生活经营子女教育全部扎根在国内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里，转过头却在直播间里隐晦传递部分人群先天素养存在差距的错误观点，把国外底层民众艰苦的生存环境包装成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靠着贬低自己的生长环境来抬高身价，这算盘打得确实响。回到法律层面，现行制度下，外籍配偶可以通过申请婚姻类居留许可或永久居留权在中国长期居留，婚姻关系存续满5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可以申请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制度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执行和监管的缝隙里，个别外籍人士借婚姻取得长期居留便利，甚至携亲属搭车享受福利，打着爱情的旗号，实则投机取巧。外籍配偶签证到期后不及时办理延期，就构成了非法居留，面临罚款甚至遣送出境。可这些违规行为有多少被真正追究了？男人保家卫国，戍守边疆，女人也该珍视血脉认同和文化根脉。规范涉外婚姻管理，严把外籍人员居留门槛，不是排外，是对国家资源和法律尊严的基本维护。那些一边吃着中国红利，一边贬低中国的人，那些借着婚姻之名行投机之实的人，确实该有人管管了。就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说说印度人的问题的话，那我看到的问题和你们看到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来中国就得遵守中国的公序良俗，因为我们这里既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你带着技术来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妄想夺走我们底层人的饭碗。其次，我认为在越来越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和工作之后，我们得先做到不做他们的舔狗。许多人嘴上高喊爱国，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对外来的人态度是极度的谄媚的。就都2026年了，有些人的脑子里面还整天想着是怎么拿到绿卡呀，怎么和外国人结婚呢，家里装修啊，生活用品啊，吃穿用度啊，一切都是唯杨是从。就在不做对比之下，他们还认为外国的品牌全都是高级的，外国人的身份就是体面的，外国人的面孔就是高人一等的。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爱国博主塌房了，怎么回事？他在互联网上的人设一直都是跑到各个国家去说各个国家的不好，他盯着所有国家最破的地方去拍，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爱国博主，都以为他立场坚定，结果他被爆出送他的女儿和他的整个家族移民法国，在法国买豪宅，人前人后完全2张面孔。昨天我去南通看舞台剧《觉醒年代》，给我哭的是稀里哗啦的。辜鸿铭的那段话再次振聋发聩。当年世人嘲笑辜鸿铭留长辫像一个小丑，可他在讲台上面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而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你们以为自己剪掉了头发，你穿上了西装，满嘴的 English， 洋人就会高看你们一眼。可是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完全西化成为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当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跟他们完全与众不同的文明和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100年过去了，讽刺的是我们的穿衣谈吐早就都现代化了，可是很多人的思想骨气自信还停留在100年前。网上高喊爱国啊爱国啊，我们要爱国啊，震天响。
可是你的选择、你的审美、你的标准依然拴着一条无形的辫子。很多人对待外国人是无限的宽容、无限讨好，对待自己的同胞是百般的挑剔、双重标准，甚至刻意的打压。前几年一波人疯狂出国镀金，我承认一大部分人是真心求学、出国深造的，他们是为了技术、为了理想、为了学有所成，回国建设祖国。这种人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佩。而另外一波人出国是去求学的吗？就是为了一层虚无的海外光环吗？就是为了回国装高端、装精英，装的自己比国内人所有人都优越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啊？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想被公知和一些书籍、杂志所侵蚀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嘛，所以很多人他就默认了一条规则：只要出过国，就一定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要有学识、有文化、有钱。所以很多人才愿意给这样镀金的人捧臭脚，因为大家心里都向往着海外的人生。可是海外留学的经历真的能代表他的人格更高贵吗？能代表他的血统更高级吗？很明显不是的呀。有些人出了国数典忘祖，他讨不到饭吃，居然还来到我们的互联网搬弄是非，高高在上。请问出了国就意味着可以俯视同胞，搞阶级落差吗？前2天是端午节，屈原做过一首诗：后皇家树，橘来伏羲，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意思是橘子甜是因为橘子生在南国，若种在别处，它依然可以活，但是果子就会苦。为什么？因为它没了故土。那人若是丢了来路，脊梁就会变软。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反感的现象，很多的外国网红博主来中国拍视频，他们来赞美中国，我非常支持啊，完全欢迎啊。有人愿意帮我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愿意讲中国故事，我乐见其成啊。但是我真的看不惯部分国人毫无底线的贴上去讨好和跪捧。你要知道，这些外国博主来中国宣传拍视频，本质他是来工作的，本质他是来挣钱的，本质是一场双向互惠的交易。我们提供市场，提供热度流量，他们提供内容赚取收益，这是平等互换、等价交换。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却像是他们施舍似的帮我们宣传，我们求着他们帮我们宣传。我们的一些同胞在外人面前姿态卑微到了极致，那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真的觉得好丢人呢。请问，作为5000年文明传承的中国人，你们把独属于我们的骄傲丢到哪里去了？讽刺的是，这种骨子里的自卑都26年了，还是无处不在。就像我之前去香港，香港发展的是最早的吧，它本应该最自信、最平视世界吧。可是有些服务人员见到讲英文的外国人，态度是谦卑温柔，那是百般的耐心，笑脸相迎。转头面对我们内地的同胞呢，冷漠敷衍，居高临下，两副面孔，那是切换自如。这就是100年减不掉的心病。所以爱国是嘴炮吗？真正的爱国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可我们几千年飞速崛起的产业，认可我们自己的民族，认可炎黄子孙的血脉和皮肤的颜色。爱国是平视世界，是尊重自己，认可自己的同胞，是挺直脊梁啊！所以不要再崇洋媚外了，别再搞双重标准了，别再卑微讨好了。我们的国家已经腾飞了，我们老百姓的民族自信也应该跟上脚步嘛。我们先得在外国人面前站直了，才能让外人去遵守唯独于我们中国人定下的规则。你们说呢？中国有的法学家算是明白了，这个得立法阻止印度人的大举入侵啊！这个漂亮的中国的女网红说的多好啊！中国的有一些人，首先你得把脊梁挺起来，都什么年代了，还崇洋媚外呢？女人尤其是要守住血脉。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